在爱媛县松山市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像是被隐藏在山与河流之间的小京都。这里最特别的不只是老街或城堡，而是整座城市现在还真的保留着以前日本生活的样子。老旅馆被改造成餐厅，废弃仓库变成昭和街景，连城堡现在都能直接住进去。这里会让人感觉历史不只是被保存起来而已，而是真的还继续活在城市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日本四国爱媛县的大洲市，这里保留着浓厚的江户时代城下町风景，也因此有异于小京都的称号。这次就一起来看看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魅力吧。现在时间还很早，大部分店家都还没开始营业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吃早餐。这间店原本是江户时代末期的老旅馆，后来改造成现在的餐厅。不过一走进来，还是能很明显感受到老建筑留下来的味道，木头的香气，昏黄的光线，还有那种老丁家特有的空间感。其实我们会来这里，是因为它早餐主打提供爱媛在地食材制作的乡土料理。虽然这个算不上乡土料理，但一进来时发现几乎每一组客人都会有一碗，让我好奇的点了一碗，味道就如其名，非常的浓厚。好吃的阿布拉寿把在于完美吸附酱汁的 Q 弹面条，以及浓郁且层次丰富的特制底酱。这间的阿布拉寿把就完美的呈现了这样的口感和味道。东古里马布西就是大洲的乡土料理之一，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卤肉加上大洲当地栽培的栗子做出来的冻饭。味道整体是走甜味，但是不会甜过头，相对来说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混合了3种香味，也就是卤肉的酱猪油香、栗子的香配上米饭的香，这种组合超搭的。吃饱之后，我们来到了Omohide Soko，这里是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昭和怀旧展示空间。结果一走进去，哇，气氛真的瞬间完全变了。里面重现了昭和30年代的日本街景，交坊、理发店、药局、果子屋，全部都做得超细，甚至会有种像走进迷你昭和小镇的感觉。而且它不只有做个街景拍照而已，很多细节都保留得很真实。有些空间甚至可以直接脱鞋走进去。坐在榻榻米上的时候，真的会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，明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，但却会觉得
以前的日本好像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里面也展示了很多当时的生活用品、玩具和老车。慢慢逛的时候，会发现这里不只是怀旧而已，更像是把某个时代的日常重新留了下来。离开昭和街景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是属于明治时代的风景，那就是位于宫川沿岸的卧龙山庄。而在前往山庄的路上，我们还经过了一间小店，门口摆着一张很眼熟的三角椅子。咦，铃芽之旅居然有来到这里！卧龙山庄这一带，早在江户时代就因为风景优美，被称作卧龙之地。到了明治时代，一位靠木蜡贸易致富的商人河内银次郎看上了这片景色，于是花了10多年时间，在这里打造自己的别墅。他找来当时的名匠与京都工匠，一点一点完成整座山庄。不过我们觉得卧龙山庄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是建筑本身，而是它的周围景色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坐在里面往外看的时候，窗景真的很像一幅画，而且不同房间、不同角度看到的河景都不太一样，难怪后来会被列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与指定名胜。你看，那个就是大洲城。从这个角度虽然不是完全一样，但铃芽之旅也有类似的一幕哦。这里就是大洲市最具代表性的大洲城，不知道是不是周围的关系，从视觉上来说，感觉天守阁相比其他的日本城还要矮上许多。大洲城可以算是镰仓时代末期的产物，而现在看到的天守，仔细来说，更是2004年以传统木造工法重新复原完成的，年代上会有些许的落差，也是日本战后少数完整木造复原的天守之一。走进里面的时候，真的会被那些巨大的木造栋梁震撼到。哇！这里真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，那种职业人的工艺感，现场看真的很有魄力。登上最上层后，还能直接俯视整个大洲城下町与宫川。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也会突然理解为什么以前的人会选择在这里建城。这个城市跟河流的配置真的很漂亮。而大洲城还有一个超特别的地方，这里其实可以直接住进天守里。从2020年开始，大洲城推出了城博体验，一天只接待1组客人，入住时甚至还会有武士迎接与传统晚宴。等晚上没有游客之后，整座城几乎就像变成自己的私人空间，能真正住进木造天守里。这种体验在日本其实非常少见，虽然住一晚的价格几乎可以在温泉旅馆住上1个月就是了，但光想象那个画面就已经很梦幻了。
今天的大洲散步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。从昭和时代的街景到明治时代的山庄，再一路走到历史悠久的大洲城。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对我们来说，是它把很多原本可能会消失的东西，把它在身后继续融入现在的生活里。有些地方的老街会慢慢变成只有观光客才会去的地方，但大洲给人的感觉比较像是他努力让这些老建筑、老风景重新回到现在的生活里。也因为这样，走在这里的时候，会一直有周围的东西都在重生的感觉。如果之后有机会来到四国旅游，真的很推荐留一天给大洲。那这次的旅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